Hello， 我是那个大叔，欢迎再次回到我的游戏频道。没错，今天继续用高精灵来作战哦，因为还有一些新的单位没有玩到。这一支就是其中之一，海洋元素，它是一个近战破甲反步兵的单位，所以可以在步兵群里面洗澡啦。高精灵终于也有在步兵群里面可以洗澡的巨兽了。之前那个龙在步兵群里面真的会很难看。好，我们来开始介绍我方的那个单位哦。前面是2队的游侠，主要就是用来斩杀对方的步兵线哦。那后面这边带了4队的长毛兵，老样子反大跟拖住对方的单位。那这边呢，我带了一新的单位，英雄单位迷雾法师。这次带的主要是带这3个技能哦。深海女王召唤出一个水仙单位，翻腾迷雾，主要就是用来加格挡，加30，还有这个行走世界间加速度跟加物理抗性。那我这次的主要搭配就是迷雾法师跟着海洋元素走，适时的上一些法术。那这边呢，就是看一下领主。这一次我让他有了坐骑啊，就是大鸟拉着飞船。那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有什么比较亮眼的表现吧。至少速度上是有啦，速度有90，也算够快了。那后方呢，这边带了5队的弓箭手，强大的火力输出啊！5队弓箭手集火一轮，非死即伤。最后带了弩炮。就还是想说试试看吧，这次带1队便宜一点，因为1400的造价真的不适合出2队啊，太贵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对方这边的阵型哦，他这边边边角角摆了一队僵尸甲板水手队，补枪的。那看到这种长戟的标志，就是老样子，老生常谈啊，不讲了。这边双刀。就是也是一个快速斩杀步兵线的单位啊，这个就比较特别一点了。歌姬它是近战步兵，主要它是灵体。灵体的话，普通的物理攻击对它效果比较不好，最好的话就是用法术，像是火焰法术之类的去对它做攻击，要不然正面跟它打，就算打死它也要付出蛮多东西的。这边我们来看一下，他带了这边总共带了1队、2队、3队、4队的远程单位啊。那这边是火枪手普通版本以及精英版本的黑券队，而且黑券队是有抵御冲锋的哦，就是你要冲锋，大家可以稍微挡一下，还不错。然后这边带了2队的甲板炮手。它射程距离真的算远，超过200以上的弓箭手的话都算很远，而且它这边精英版本还是灵体单位，真的不是很好处理。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，这个单位就很少看到啊。这个附顶魔骸怪物步兵主要是用来反步兵单位，这个真的不太常看到。可能是速度太慢，那这个就还算蛮常看到的。重甲，然后破甲，而且它本身的护甲高达120，所以普通上正面跟它打要消耗非常多的时间。等等来看它一下，它能撑多久吧？这边。对方带着3队的空中单位，分别是单体巨兽、死亡尖叫金巨兽，名字有点难念呐。不过通常这种单位非常容易被集火，因为它飞在空中非常的明显，而且单体巨兽飞在空中的单位价格上通常不会是便宜，然后又看到是单体巨兽，
这个很有可能一开始就先被打，所以要小心。那这2队就是甲板攻击手，然后是一个是带炸药的，这种话也是要非常快的处理。弓箭手可能2队起火一下，把他们全部打下来会比较好，要不然等他们跑到队伍的上方就很不妙了。这种单位就是很考验操作啦，对方反应还有这边使用者的操作都非常的考验。那这边森林里面藏了一队旧炮，主要就是反步兵的。那在森林里面也不太好过去抓他，所以就让他慢慢射吧。那这边他带了领主是大重点的，这边再看一下啊，对，真的是大重点的，太平常了。他是个施法者，有着近战破甲反大能力。那这边他带的是这几个，稍微看一下哦，深海居民可以召唤2次，还不错。我蛮喜欢这种召唤习法术的。我们来开始作战吧。那就是一刚开始就是先那个走过去啊，这段时间当然就是要顶着炮火走啦，没办法，对方有远程炮火，哇，被集火了一下，真的不行。这种空中单位就是我说的很危险，稍稍被集火一下就受不了了，而且那还是领主然后这边呢，我也是优先集火对方的空中单位啊，不能让他们飞过来。这边用长矛兵挡对方的那个暴猛螃蟹，不过想必是打不赢啊，毕竟对方造价那么贵，我打赢那就真的很不合理。主要目的是尽量拖住对方。然后呢，我弓箭手现在是非常安全，在这边不断的做输出哦。这边画面稍微拉过来，这一次海洋元素才是重中之重。原来还会吐嘴炮，还不错吧？不过被上了一些负面状态就对了，没关系，继续攻击对方的那个单位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哇，他攻击好像是大范围型的，他攻击范围都很大。好，对方的士气要没了，那就这个部队基本上就准备要开始烧血了。不死族的重点就是，只要士气被打完了，那就准备死吧，他就会开始不断的烧血再烧血。好，我们来放慢一下速度，对方已经抓到我方这边的弓箭手了，已经开始在做切入这个动作了。毕竟长矛兵要顶住这个不可能，那刚刚花了太多时间在针对对方的空中单位，所以没办法，现在只能开始跑路了。不过还好，这个法术放歪了，他没有放到本号。好，这边呢在等时机啊，因为领主刚刚被集火的太多，现在只能等正确时机再冲啊。我现在弓箭手是尽可能的去散开，然后这个是牺牲打，我要那个抓对方的领主了，可惜没有牵制住，他这个没有把对方的领主给牵制住，他还是抓到我方的弓箭手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他抓了一队我方还有其他的弓箭手啊，领主被打退了，没办法，这次领主发挥不是很好，还好法术又放歪，这可以，这对我来讲是个好消息。不过弓箭手还是在持续的散，要尽可能的去拉开啦，不可以被拧上。海洋元素看来做了很多事情啊，你看这边基本上已经快要把对方的步兵都绞杀完了，剩下对方的单体巨兽也跳下来帮忙。理论上来讲，海洋元素跟这次打应该是会输才对，毕竟我这支是针对步兵强化的，
而且我的血量感觉也不是很健康的，剩下25%以下，很危险。哇，这个法术放下去，重伤，这个真的是重伤，这2队直接重伤。然后我这边有召唤的水仙，把对方的单位给拖住，拖住过后，弓箭手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做输出了。我们这边看一下，水仙就是海洋巨兽的缩小版，它变得小小哦。海洋巨兽的特殊能力，它血量低于一定程度的话，它会分裂出一些水仙，这样的话就是有更多的单位可以帮忙。不过它分裂出来的水仙好像会慢慢劣化，会慢慢的扣血，看它身上的样子。好，基本上对方所有单位都被处理掉了，我方就是全部集火起来，哇哦！打起来蛮过瘾的。好，士气没了就是死了，那就最后就这样打完了。海洋元素其实用起来还不错，它给我的感觉就是没有像其他像是日龙啊、月龙啊那种真的跳到步兵群里面洗澡，你会要很担心他的那种单位。这个你去打对方的那些步兵单位，打起来真的很惬意，基本上就是放着不用动了。好，终于高精灵有这种比较无脑型的巨兽了，要不然每次操作那几个龙跟凤凰要蛮花心思的。坦白讲，龙跟凤凰他们都不是那种可以平着丢在那边让它平 A 的单位。这边稍微看一下，对方的歌姬也斩杀不少，然后我方的其实游侠斩杀很多，这一队游侠其实蛮意外的，我没有想到游侠这边可以斩杀到那么多单位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影片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